卤蛋穿越成了朱元璋的孙子朱允炆，本以为能够就此走上人生巅峰，却发现原主并非是悲痛欲绝而死，而是身中剧毒，疑似是被后妈吕氏下毒暗害。但可惜没人相信一个孩子的话，所幸卤蛋获得了怨念系统，只要让别人产生怨念，便可兑换奖励。为求自保，卤蛋只能做个大明第一熊孩子。卤蛋一招撞了大运，本以为必死无疑，糟了，我的浏览器记录还没删。卤蛋含恨闭上了双眼，本以为自己就要遗臭万年，却没想到一睁眼，自己竟然变成了一个孩子。看着周围古色古香的环境，卤蛋哪里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。我超，撞大运还真的会穿越啊！看样子这家境还不错啊，那我岂不是要起飞了？正当卤蛋志得意满之际，脑袋突然传来一阵眩晕感。难道我刚穿越就要嘎了吗？这也太离谱了吧！检测到宿主怨念，怨念系统已激活，已为宿主治疗身体。身体一阵酥麻过后，卤蛋如获新生。果然穿越者都是有系统的。童子，给爸爸我看看我的情况。已为宿主调取个人面板。朱允通，8岁，身体状况微毒。朱允通，朱元璋的孙子，朱标的第3个儿子。完了完了，这位历史上可不是什么好结果啊！身体状况微毒，难道我是中毒了？请宿主自行查明。废物系统，你有什么用？宿主令他人产生怨念，便可以获得怨念值，可以抽取奖励。那不就是气人吗？这还不容易？看样子哥们这下真的要起飞了。卤蛋正在畅想未来之际，房门突然被打开，一个吓人模样的少年走了进来。殿下，您好的点了吗？今日是太子的忌日，您得去为太子守灵啊！让一个刚从昏迷当中醒过来的人去守灵，太残暴了吧！眼前这个人是卤蛋这位皇孙的贴身小太监，负责照顾卤蛋的起居，只是却面黄肌瘦的样子，倒跟卤蛋这副营养不良的德行颇为贴切。太子，母妃叫我去的。他哪有那么好心？是奴才看到所有人都去了，才赶紧回来喊殿下。太子心丧，殿下身为儿子，若不出面，定然为天下所不齿。倒是个忠心的，不过这吕氏肯定有问题。走吧，带我去守灵。卤蛋被王德发带着来到了太子朱标的灵堂，这里早已人满为患，咿呀呀的哭成了一片。哭得最伤心的便是棺材前抱着棺材痛哭的60岁老头，看得卤蛋上前忍不住安慰：老头，别伤心了，早死晚死都得死，我这个当儿子的都没那么伤心，你就更没必要了。当心妻坏了身子，跟着我爹一块走了。众人的哭声戛然而止，齐齐的看向卤蛋，气氛顿时陷入诡异的寂静当中。你叫载什么？老头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恭喜宿主获得朱元璋怨念值加99。朱元璋。卤蛋没想到眼前的老头竟然就是洪武大帝朱元璋，不愧是皇帝，心眼真小，这么容易就产生怨念了。父皇恕罪，是儿媳没有教导好允腾，请父皇责罚。吕氏，原来你就是我那个后妈啊！朱元璋深深地看了一眼吕氏，冷哼了一声：是没有教好，连咱这个爷爷也不认得了。吕氏闻言顿时浑身一颤，低着头不敢说话。逆孙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禀陛下，殿下不是有意的，实在是因为父亲去世，悲痛欲绝，昏迷不醒，刚刚才醒啊，望陛下明察。怎么回事？允腾昏迷，怎么不告诉朕？朱元璋虎目圆睁看向吕氏，吕氏抬起头，一副梨花带雨的模样。父皇，我夫君心丧，您比儿媳还要痛得肝肠寸断，儿媳又怎敢将允腾之事让父皇再劳心费神？是儿媳没有照顾好儿子，请父皇责罚。朱元璋一听，脸色顿时缓和了下来。真绿茶，这就是你把我一个人丢在那等死的理由？父亲刚死，儿子悲痛气绝，听起来多么顺耳。逆孙，是这样吗？你当真因为你父亲哭昏了过去？陛下，是。闭嘴，咱问的是他。嗨，这话说的，我怎么可能哭昏过去？好你个逆孙，你父亲死了，你竟然连守灵都不愿意，咱的不过是几天没吃饭饿晕过去了而已。这小子竟然悲痛的几天吃不下饭，你们是怎么照顾主子的？竟然任由皇孙绝食！不管他们的事，是吕氏不给我吃的，说这几天不能吃东西。恭喜宿主获得吕氏怨念值加66。胡闹！娃如今年岁尚小，怎能几天不吃东西？你是想饿死咱的大孙不成？父皇，儿媳知错了。罢了，你也是一片孝心，吩咐御膳房做些饭菜，你带着孩子们去吃些东西吧，莫要伤了身子。父皇，您尚且不食，我等怎可？皇爷爷，孙儿不走，孙儿要留下来陪着你。看着朱允文坚定的眼神，朱元璋欣慰地摸了摸朱允文的脑袋，刚想夸赞一番，便见一旁的卤蛋兴奋地跳了起来。好爷，可以吃御膳房的饭菜了，我要吃牛肉。朱元璋怨念值666。咱的家伙事呢？一旁的吕氏默不作声地递上了一根棍子。吕氏，我抄你！逆孙，看咱今天不打死你！卤蛋刚准备逃跑，
便被朱元璋伸手捉住了后颈。贤马达，是谁抓住了我命运的后颈？叽叽喳喳说什么呢？小兔崽子吃咱一棍！我是小兔崽子，那你就是老兔崽子，兔爷！朱元璋举着棍子一下一下地抽在了卤蛋的屁股上。老邓，有种你就打死小爷，否则小爷将来一定在你坟头上尿尿。朱元璋怨念值10086。卤蛋一愣，回过头看见表情已经快要能吃人的朱元璋。好啊，咱今天就打死你个逆孙！黄爷爷，你要打就打我吧。好啊好啊，打他就不能打我了哟。朱允文怨念值99。宿主，我可能不是人，但你是真的狗。趁着朱元璋愣神之际，卤蛋连忙逃到了门口。逆孙，你还敢跑？黄爷爷，大仗受小仗走，我这是避免你累死了自己儿子之后又打死孙子的恶名，咱这是为了你好。卤蛋说完便扭头就跑，留下朱元璋一个人愣在原地。在这孙子心里，他爹是被咱累死的吗？允文，你怎么样了？无碍，咱收着力呢，你带着他们下去休息吧，咱要跟彪儿说些心里话。吕氏怨毒地看了一眼门外，抱着朱允文离开了灵堂。小杂种，本宫绝不会让你破坏了本宫的大计。卤蛋偷溜回到房间，对刚刚发生的一切捏了把冷汗。还好我跑得快，差点小命就没了。系统，这把获得了多少怨念值？宿主当前怨念值为11016。不愧是我，一波就赚了这么多。快给我准备抽奖！普通抽奖100点一次，中级抽奖1000点一次，高级抽奖10000点一次。什么玩意儿？10000点一次？感情我冒着屁股开花的危险，才刚刚够抽一次的。你跟谁学的？本系统为良心系统，所有花费均物有所值，请宿主放心。卤蛋将信将疑的点了点头。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，看我一发入魂，单抽出奇迹！恭喜宿主获得大师级厨艺卫生巾1箱。卤蛋看着抽取出来的奖励陷入凌乱。厨艺卫生巾，这他妈有什么用？大师级厨艺是顶级厨艺，能让宿主精通任何食材原料的加工和烹饪。卫生巾是知名品牌，安全无污染，绝不侧漏。卤蛋刚想吐槽，肚子却响起了雷声。饿死小爷了，得想办法弄点吃的。卤蛋带着王德趁着夜色鬼鬼祟祟地偷跑了出去，一路摸进了御膳房。殿下，这能行吗？这可是陛下的御膳房，偷盗皇家可是要杀头的。怕什么？我是黄爷爷的孙子，拿自家的东西怎么能叫偷呢？真要是那个老登怪罪下来，我就说是你干的，保证你必死无疑。这下放心了吧？王德怨念值99。宿主，我可能不是人，但你是真的狗。卤蛋刚刚溜进御膳房，看到灶台上放着的饭菜，哈喇子流了一地。刚准备享用，便听到门外传来两人的声音：“薛总管，太子妃让您安排些吃食送到太子府，给陛下和皇孙填填肚子。”我就说这娘们不是什么好人，竟然背着我偷偷开小灶。卤蛋躲了起来。御膳房总管徐兴祖走了进来，取走了锅里的饭菜。开小灶是吧？小爷看你们怎么吃。小爷吃不饱饭，那就都别吃了。卤蛋拎着罐子悄悄地跟着徐兴祖回到了太子府。朱元璋坐在主位上，吕氏和朱允文以及朱允坚，桌上摆满了饭菜。两个小孩直勾勾地盯着桌上的饭菜，眼睛好像都要放绿光了。都饿坏了吧？开吃吧！黄爷爷不动筷，孙子怎敢先吃？黄爷爷，你也几天没吃东西了，您先吃。朱元璋满意点了点头，心中愈发觉得朱允文是成为皇太孙的最佳人选。小小年纪便知书达理，懂得尊卑有序。不知怎么的，一个讨狗嫌的小身影浮现在朱元璋的脑海。那小兔崽子呢？怎么不见他来用膳？父皇，下人说他不在房里，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朱元璋闻言愤怒拍而起，吓得众人浑身一颤。这个逆孙，他父亲心丧，他竟然改夜不归宿。来人，马上把那个逆孙跟咱抓回来！朱元璋话音刚落，只见卤蛋拎着个陶罐，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了进来。逆孙，你还敢来？你跟咱过来，咱今天就要替你爹教训教训你。哟，吃着呢，黄爷爷，咱可是特地为你们准备了一道菜，这可是咱亲自下厨做的哦。卤蛋的话让朱元璋一愣，内心还突然有点小感动。你深更半夜就是为了给咱做饭去了？那当然，孙儿一片赤诚，没想到黄爷爷竟然要打我，实在是让人寒心啊。朱元璋闻言心中惭愧，脸上有些尴尬，连忙扔掉手里的棒子，换成一副笑脸。乖孙，给咱看看，你给咱做了些什么吃食？这是我第一回做饭，要是不好吃，黄爷爷可不要怪罪。看着卤蛋小心翼翼的样子，朱元璋愈发惭愧，当即拍着胸脯保证：乖孙放心，你的一片孝心咱绝对不会辜负，咱一定一点不剩全吃下去。卤蛋捂嘴偷笑，随后将罐子放到了桌子上。君无戏言，绝无戏言。卤蛋点了点头，一脸坏笑的将罐子打开，顿时一股难以言说的味道弥漫了整个房间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怎么这么臭？这可是我用大师级厨艺做出来的，
世界上最臭的东西，让你们背着我开小灶。宿主，你用大师级厨艺来干这个。黄爷爷，你不是说会一点不剩的全吃下去吗？吃啊！卤蛋端着罐子步步逼近。喝啊！他奶奶的，为什么不喝？朱元璋等人竟一个个如临大敌般的齐齐后退，惊恐地看着卤蛋手里的罐子。黄爷爷，来尝一口啊！朱元璋怨念值9999，吕氏怨念值9999，朱允文怨念值9999，朱允坚，宿主牛逼！一边去看我表演！朱元璋强忍着恶心，颤抖着指着卤蛋命令道：“逆孙，还不快给咱把罐子放下！”你确定？确定，一定以及肯定，赶紧把罐子放下，咱快受不了了！你难不成想要将这屋里的人全都熏死不成？黄爷爷，这可是你说的。你这个逆孙！快跑啊！大厅内，当着众人的面，卤蛋被扒了裤子，朱元璋正用鞭子一下一下地抽在卤蛋娇嫩的臀部，硬是将卤蛋打成了大明翘臀。系统，我好疼啊！就不能用你最开始的方法直接把我治好吗？可以，宿主是否花费全部怨念值治疗身体？你怎么不去抢？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格，多找找自己原因，有没有好好工作？算你狠，小爷宁愿疼死也不会再让你从我这赚走一分钱。宿主难道不想找到谁给你下毒吗？不想，我直接开摆，只要我是个废物，就没人能利用我。系统怨念值加999。卤蛋一愣，没想到系统也能给他报金币，一时之间无数想法涌上脑海，系统瑟瑟发抖。对不起，大佬尹老师，求放过。老头，你弄好没啊？我都快疼死了。已经上好药了，殿下放心，这是老臣独家秘方，保证殿下要不了几天就能下地蹦的了。卤蛋心中一喜，但随即想到之前系统提示自己的身中剧毒，便小心翼翼地打听道：“老头，你就没看出我身上还有啥病不？”殿下身体虚弱，想来是长期少食，只要今后好生将养，便无忧矣。就这，看来你也没啥本事啊，连我中毒了也看不出来。殿下何出此言？殿下身为皇孙，谁人敢给殿下下毒？说不准就是我那狠心的后妈。郑太医大惊，恨不得用银针扎聋自己的耳朵。殿下何故害我？算了，反正你一个庸医也不懂，你就当听个乐吧。乐酒足，消消乐吗？殿下稍等，我这就为殿下号脉。说着，郑太医便伸出手为卤蛋号脉。卤蛋仔细地观察着郑太医的表情，却见郑太医表情时而疑惑，时而惊讶。良久，郑太医才缓缓地收回手。咋样啊？你到底号出什么没？郑太医一愣，沉思良久，表情郑重地说道：“殿下放心，您的身体好得很，只需要好生疗养便可康复。你这太医不会是走后门上的吧？逆孙，你又在胡说八道什么？臣参见陛下。哟，这是给咱装上鸵鸟了，别以为你屁股肿咱就不打你了，翻过面照打。老邓，你也太狠了吧！翻过面打，你就不怕断子绝孙？咱儿孙多的是，打死你个小混蛋，咱倒省心了。爹啊，你看你那个狠心的爹，你刚走就要打死你儿子，你爹不如我爹啊！什么你爹我爹？好你个小兔崽子，竟敢编排咱！老郑，少2天用药，就让这孙子再疼上几天。是陛下。老邓，你等着，咱俩谁都别活着，迟早有一天跟你报了。看着卤蛋气急败坏的样子，朱元璋心情舒畅地带着郑太医离开了卤蛋的房间。陛下，臣有一事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但说无妨，咱绝不怪罪。陛下，三殿下所言中毒一事或许为真。什么？老邓，不报此仇，小爷跟你的姓。宿主，你本来就是跟他姓的。闭嘴！你在狗叫什么？摆正自己的位置，小爷要抽奖。宿主现有怨念值111111，给我全部高级抽奖。也今天就是要梭哈！恭喜宿主获得1000两黄金，百毒不侵体质，寿命10年，萌女神的原味丝袜1双，大还丹1颗，碎发枪制作方法，大师级枪械精通，太阳能充电宝，手机1部，以及母猪的产后护理修订本。总算来个有用的东西了。卤蛋掏出一双丝袜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99成稀罕物。有用的东西难道指的是这个吗？殿下，殿下！王德匆忙地冲了进来，见到卤蛋将一个黑色的莫名物体套在头上。殿下这是在做什？嗨嗨，没什么，这是我新买的头套。你又这么着急忙慌的，有什么事？殿下，您四叔回来了。四叔？什么四叔？我从来都不看书。不是叔，是燕王。燕王听闻太子殿下驾崩，千里奔袭赶了回来。朱棣，永乐大帝回来了，这必须见一见啊！又来一只肥羊，
这得给我产多少怨念值啊！卤蛋刚想起身，却见一位英武不凡的青年走进了房中，看到卤蛋，脸上顿时一喜。允通，四叔来晚了。你朱棣话说到一半，便见卤蛋肿得好像西瓜的屁股，面色顿时一沉。允通，是谁下的如此黑手，竟然将你打成这样？是不是吕氏那个毒妇？卤蛋一愣，眼珠滴溜溜一转，立马变了一副面孔，连滚带爬的从床上下来，抱住了朱棣的大腿，嚎啕大哭。四叔，就是吕氏那个毒妇打的，他简直不是人啊！什么？他真敢对大哥的孩子？你等着，四叔这就宰了那个毒妇为你报仇！朱棣怒气冲冲地拖着卤蛋便要出门，迎面便撞上了刚要进门的朱元璋。爹，您怎么来了？去哪？咱来看看咱的好大孙。爹，我刚刚回京，便听大侄子说吕氏那个毒妇竟然将我大侄子打成这样，就算不是亲生的，也不能下如此毒手吧？朱元璋冷冷地看向卤蛋，卤蛋立马左顾右盼，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。他的伤是咱打的，这孙子皮的没边了，咱要好好教育教育他。打得好，爹这么做肯定有你的道理。大侄子，你就好好反省吧。好你个朱棣，没想到你个浓眉大眼的也叛变组织了。既然如此，就怪不得我了。只见卤蛋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，朝着朱棣跪了下去。草民朱允通携爷爷朱元璋叩见永乐大帝。朱棣怨念值加999，朱元璋怨念值加999。朱棣面色惊恐，连忙看向老朱，而老朱一副习惯了的模样，指着卤蛋骂道：“逆孙，你又整什么幺蛾子？”略，老邓，有能耐你就打死我，打不死我，你就跟我姓。兔崽子，咱今天就打死你！朱元璋掏出一根棍子，作势要打，一旁的朱棣连忙拦住：“爹，可不行打！小允通已经受了这么重的伤，你再打是要把他打死的。大哥在天有灵，说不得要怨你啊！”朱元璋闻言愣在原地，默默地放下棍子。这个不孝子比咱先走，他还有脸怨咱？他这一走，咱怎么办？大明江山怎么办？朱元璋虎目含泪，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。只是一旁的朱棣闻言神色黯淡，一旁的卤蛋全都看在眼里。难办就别办了，这破大明不带也罢。逆孙，你还想上天不成？咱的大明哪点不好了？今天你若不说出个所以然来，咱今天非打死你不可，昊天上帝都拦不住。咱说的好个屁！你看看我这个样子，好在哪了？就算咱和你爹平时太忙，对你疏于照顾，但不是还有你娘？我娘早死了，她是朱允文和朱允坚的娘，不是我娘。住口！吕氏是你爹正妻养你长大，按照礼法便是你娘，你还想当个不孝子不成？她也配？我的吃穿是百姓供给，皇爷爷您发放的，我身边连个仆人都没有，她就是这么照顾的。你看看我现在的样子，瘦得连圈里的猪都看我可怜。朱元璋上下打量了一番卤蛋，这才发现自己这大孙子面黄肌瘦，看着完全不像一个8、9岁的孩子，心中顿觉愧疚。爹，我早就说那吕氏绝非良配，你看看给我大侄子养的，我前些日子接收的难民都比他壮实。这吕氏，咱今日便去罚他。好大孙，你还有什么要求，尽管跟咱提，咱无有不允。得了吧，昨天的东西你还没吃呢，您老这话跟放屁差不多。你若不信，咱便立一道圣旨，昭告天下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我要节制天下兵马。朱元璋闻言一愣，顿时大怒，抽出7匹狼抽在卤蛋屁股上。老邓，你又想说话不算数。大侄子，你太勇了，我大哥都不敢干的事，你也敢提？你还想节制天下兵马？你是想造反啊你？告诉你，有朕在，你永远只能是个孙子。请陛下称皇孙。朱元璋闻言抽得更起劲了，每抽一下还嘴里念叨：皇孙是吧？永乐大帝是吧？草民朱元璋是吧？爹，不能再打了，再打真的要死人了。四叔，以后你就是我亲爹。亲爹是吧？老天保佑，我以后的儿子千万不能跟允通一样勇。打了半天，老朱已经累得气喘吁吁，反观卤蛋趴在地上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，看得老朱竟笑了起来。说吧，到底要什么？你给咱提点正常的要求。卤蛋从地上爬起，好像个没事人一样，只是醒目的屁股实在惹眼。我要亲自查到底是谁给我下毒，请皇爷爷恩准。下毒？大侄子，有人给你下毒？别大惊小怪的，没准的事。逆孙，此事用不着你管，咱自由交代。不行，这件事必须我亲自查。朱元璋狐疑地看着卤蛋，不明白这孙子到底为什么这么执着，又看了眼朱棣，似乎在思考此事该不该让他知道。逆孙，你为何非要亲自查？咱已经派锦衣卫调查了，相信不久后就会有结果。靠山山倒，靠人人走。我从小就明白这个道理，那人要害的是我，当然要我自己来查，我可不会把自己的命交在别人手里。朱元璋闻言一愣，看着卤蛋的眼神顿时充满愧疚。
这孩子看来是对咱有怨啊！这些年咱只关心允文，对他疏于关照，让他对其他人缺乏信任，咱亏欠他良多啊！大孙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跟在咱身边吧。真的？真的，以后咱亲自教你，你以后就跟在咱身边学习治国之道，以后也方便做个贤王。朱棣看向朱元璋，一脸震惊，完全没想到朱元璋竟然要将鲁旦带在身边亲自教导，这在外人看来无异于要立鲁旦为下一任皇帝。爹，这是要立允通做皇太孙，这小子要当了皇帝，我们这些藩王还有好日子过吗？放心，谁当皇帝，你们这些藩王都没好日子过，是吧？我爱吃猪粪的四叔，皇爷爷。鲁旦张开双臂做拥抱状，朱元璋欣喜地将鲁旦抱住，谁知刚刚将鲁旦拥入怀中，便觉得下巴一疼，顿时将鲁旦松开，便见鲁旦手里攥着2根晶莹的毛发。逆孙，你竟敢揪咱的胡子！老邓，真当小爷不记仇呢！朱元璋怒火中烧，追着鲁旦乱跑，一时间竟分不清是爷孙2人嬉闹，还是真有什么深仇大恨。爹，您跟他闹着玩呢？咱好歹也是皇帝，怎么可能跟一个孩子置气？朱元璋看着鲁旦的背影，脸上露出一丝笑意。一旁的朱棣见状，欲言又止。你好像有什么话想跟咱说？爹，你想立允通为太孙，还是允文为太孙？朱元璋眉头一挑，冷冰冰地看着朱棣，吓得他脖子一缩。你咋不问咱，是立你们兄弟哪一个做太子？儿臣不敢，儿臣绝无此意，一切但凭父皇做主。谅你们也不敢，记住，大明朕给你们才是你们的，朕不给的，谁也拿不走。儿臣明白，只是儿臣觉得父皇似乎更喜欢允通。宇文相标啊，谁都喜欢，尤其是那些文人墨客，将来或许能做一代人君。只有允通累咱，连你们这些儿子都不行。朱棣闻言心中巨震，朱元璋一句说允通像自己，无异于是对鲁旦最大的喜爱。鲁旦虽然并非长子长孙，可却是嫡次子，长子朱雄英早夭，论顺位继承权，甚至还要在如今的长子长孙朱允文之上。儿臣明白了，无论父皇作何决定，儿臣定然鼎力支持。走，跟咱去看看你大哥。吕氏带着朱允文和朱允坚跪在灵堂前，一幅重情为亡人和孝顺儿子的画面。娘，我好饿。再坚持坚持，等你黄爷爷来了就能吃东西了。都怪三哥弄出那么恶心的东西，害得我又得饿一天。就你话多，看看你大哥怎么不寒饿。朱允通那个小畜生，害得本宫也跟着饿肚子，怎么不死了好？门外，朱元璋带着朱棣2人偷偷地看着灵堂内的母子。没想到这吕氏对大哥倒是一往情深，竟然还在灵堂守着。允文那小子也挺孝顺，这么些年一点长进都没有，连人都看不透，将来如何用人？朱棣尴尬地笑了笑。朱元璋看着堂内的吕氏陷入沉思。允通中毒之事，莫非是他？可允通又非长子，何必要害他？将来还有可能损害允文的名声。朱元璋想不明白，吕氏这些年将太子府内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从未出什么差错，他对这个儿媳甚是满意，没有理由怀疑到吕氏的头上。莫非是小明王余党，又或者是陈友谅聂党作祟？正当朱元璋想着，鲁旦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了过来。朱元璋当即拉着朱棣躲到暗处。吕氏等人见状，连忙摆出一副悲戚的模样。行了，别装了，除了我没别人。你这逆子，本宫平日里没少教导你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？你爹走了，你连一滴眼泪都不流，你枉为人子。哎呦，活着的时候没见你这么关心我爹，死了这么深情啊！那你下去陪他呗。你就是这么跟本宫说话的？这小子以前都是一副唯唯诺诺的模样，如今怎么突然开窍了？莫非是之前大病的缘故？鲁旦看着惊讶的吕氏，心中冷笑不已。这吕氏表面上一副贤妻良母的做派，实际上这些年对原主可谓是枉费了养，非但不管教培养，反而事事纵容，不闻不问。听说你掌管府内所有的事务，怎么我那一房连一个使唤丫头都没有？本宫这是教育你从小自立，若不能齐家，将来如何助你大哥治理天下？谁？我大哥？我大哥不早就死了吗？二弟，大哥早夭，现在我是大哥，你是二弟，你难道忘了吗？放屁！我大哥朱雄英是嫡长子，就算死了也依然在宗谱里。我大哥死了，我就是嫡长子。你一个庶出的，凭什么当我大哥？年幼的朱允文顿时被对得哑口无言，甚至还觉得鲁旦说的有道理。只是一旁的吕氏眼神顿时冷了下来。这小子竟然开始论起嫡庶了，谁教他的？他这是想跟允文争夺正统啊！这小子难道想要争那个位子？不管怎么说，允文都是你大哥，自古是子凭母贵。如今本宫身为陛下钦点太子妃，允文自然是嫡长子，怎么不是你大哥？鲁旦冷冷地看着吕氏，一言不发，良久点了点头，露出一丝冷笑。果然跟炸了毛的鸡一样，这么怕我跟你儿子抢皇位，嫌疑不小啊！接下来就是找证据了，那你让我黄爷爷喊他大哥去吧，小爷不认。言罢，鲁旦潇洒转身离去。门外一直躲在暗处的朱元璋父子看着他走远，这才钻了出来。允通这小子确实像您啊！吕氏的反应不小，这么希望允文坐上咱这个位置，其心叵测啊！老四，你偷偷跟着那个逆孙，看看他要干什么，回来告诉咱。好嘞。鲁旦带着王德来到了锦衣卫的驻地。殿下，
咱来这赵狱作甚？这地可忒晦气，您大病未愈，实在不适合来此啊。你懂什么？咱这是要查案。查案？锦衣卫出来接客了。哪里来的小崽子，胆敢来赵狱大声喧哗，不想活了吗？瞎了你的狗眼！这位可是三皇孙殿下。门卫一愣，上下打量了卤蛋一番，冷汗顿时冒了出来。殿下恕罪，微臣不知殿下来此。让开，本殿下要进去查案。三殿下，您怎么来了？本宫驾到，通通闪开！殿下，这里是赵狱，关押犯人的地方，没陛下旨意谁都不能进，您可别难为我了。谁说没有？那老登，皇爷爷特许我亲自查是谁下毒，你有什么线索？赶紧一一道来。看着眼前的小孩，王虎面色犹豫，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这位皇孙所说。怎么不相信？本宫还会骗你不成？要不你亲自去找我皇爷爷问问。不用了，您假传圣旨顶多挨顿揍，我们要是敢拦，指不定真就被剥皮冲草了。只是已经查出下毒之人了。什么？找到了？依照陛下命令，在下将太子府从御膳房到贴身侍女侍卫全部秘密下狱，挨个盘问，确实找到了下毒的人。卤蛋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找出了下毒的人。果然不愧是朱元璋手底下的第一情报机构，这效率真是属肯牛定，属实牛逼啊！是2个侍女，她们已在我锦衣卫的手段下供认不讳，是他们在殿下的饭菜里下毒。侍女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背后的人，他们是不是太子妃的人？王虎闻言神情闪烁，有些犹豫地拱手道：“却是太子妃无疑，不过是前太子妃。”我就知道是她。等等，前太子妃，那不就是我亲娘吗？